耀青城自助海鲜。大家好，我是程飞。咱们在这个天津西青的大悦汇这边啊，这边新开了一个耀青城。恒隆那家店咱们吃过一次，那最近天津新开了很多这个各种自助嘛，然后呢就说来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吧。然后今天呢也邀请到一位天津本地的探店博主九爷的避坑指南。他这个个人习惯问题啊，他就不上镜了啊。一会儿呢可能会由他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店的海鲜怎么样。店里还是非常干净明亮的，刺身，各种花里胡哨的寿司。这草莓都能做寿司了。这家店活的东西多了很多。这贝类、螃蟹、鲍鱼、梭子蟹、生蚝，还是螃蟹跟其他贝类。肉类，鲜切肉。肉的种类还挺多，还有一些腌制肉类，身上的鳄鱼肉啊，这边还有各种冻的海鲜。你看这甲鱼是从那儿现杀的是吗？对。哦，谢谢。甜品，烤制小吃。炸制小吃，鸡翅、香肠、焗大虾、焗扇贝、烧腊、汤品、铁板类熟食、烤串儿。这边有烤好的、熟的，这保温灯都不开呀。这边五颜六色的水果，这边还有一系列各种热菜熟食，冰淇淋。就直接标出来是蒙牛的牌子。这边酒水饮料。现在这些螃蟹都剩下的螃蟹都是活性不高的啊，等它再拿新的螃蟹来。新螃蟹来了，现在基本上都是活的了。它这个锅啊是蒸涮一体的，上面是蒸锅，下边是煮锅。这个蒸锅先蒸着啊，咱先吃点熟食。这个焗扇贝。焗大虾拿的时候就是凉的，上面那个探照灯跟摆设似的啊。但是它这个酱其实还是很符合我的口味的，要是新做出来的，应该还是会能好吃的。鸡翅、羊排、香肠都尚存余温。他家的羊排还算可以，香味十足，肉质较嫩。在整体的熟食中算是不错的。地上月不是没起身的那个。来个锅包肉。这个壳好厚啊，肉好薄啊。壳的局部是脆的，但整体上都比较塌软了。串儿也完全都是凉的。刚才拍的时候也看到了，它那上面的灯都没开啊。想吃串让他先给你烤点吧。这叫什么炸肉排？拿的时候尚存余温。它的肉类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过百元的一个水平，但是海鲜的水平还是可以。这肉排新炸出来的，配个酱汁儿，应该好吃。100元以内还算不错的。烤骨头。这烤骨头还可以，肉香酥软烂入味儿，虽然汁水不多吧，但完全不干。这刺身这个三文鱼看着还可以啊。吃着也还行，就是感觉就是敞在空气中有点久，稍微的水分干了些。这次这螃蟹个头还挺大的，但是海蟹就是这么大，跟河蟹差不多，贵在一个鲜活。毕竟到年底下了，海鲜的价格都上去了。一边捞出来晾着，一边咱继续蒸着，别让锅别停着。扇贝肉还是挺大个的。
这膏也挺丰富。还行，这膏。嗯，到季节了，应该没有不肥的。送上桌的现烤榴莲披萨，还是很厚的。榴莲香味不是很足啊。榴莲酱的。这膏是真肥啊！嗓子都呼住了。腿儿也很肥啊。梭子蟹这肉还是非常饱满的。背上长3只眼的那种梭叫三眼蟹，也是梭子蟹是吧？也是梭子蟹科的，它是南方的。这个肉就略微的会发甜，那肉会发咸，就是有一点海水的那个味道。在东北的飞蟹就是梭子蟹了，是吧？对，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技术的点，就是丹东的飞蟹不等于东北的飞蟹。东北蟹一般来讲指的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。它跟那个丹东的、大连的飞蟹还不太一样，口感呢、味道啊还是有差别的。草莓很大很饱满，就是不甜。这里限时就2小时，对于吃螃蟹这个工作来说，还是非常的紧张的。毕竟这个才100多块钱，是，能有这么大量的活海鲜可以。这有的梭子蟹里还带着环儿，还挺好吃。这个多哎。它这里还有鳌虾，不过这个就是肯定是国产鳌虾了，稍微有点腥，但整体还是鲜甜的。这个蒸的好像有点久，这么大一个壳，就缩成这么点儿了。换了锅水，给涮点肉，再不煮这肉都干巴了。大家注意，就是如果刚蒸完的时候，这个锅这个边还是有点烫的。拿的时候尽量拿2张纸垫一下，别被烫到。它这虾品质也不错，罗氏虾、黑虎虾，哇，个头相当大，相当饱满。它这肉煮完了，好多斤啊！其实这个属于它刀工不好，感觉它全是顺着纹理切的呀，就是切太厚了。那这纹理，这个纹理纤维这么长。哦，但是看这儿的纹理没啊，这儿是没问题，太硬嚼不动。现在天津也新开了好几家不到100元的鲜肉自助，想吃肉的咱再专门去吃，在这种地方就别再吃这肉了。这是它那个涮肉区，摆盘很像寿喜烧的这个肉，感觉有第2档寿喜烧那个肉的品质。这还是清水锅里涮出来的，它之前那鲜肉没有达到鲜肉该有的品质，这现在涮的是冻肉嘛。冻肉的品质反而不错，对，比鲜肉的品质好。它的这个寿司还挺可爱的，拿了点儿。那芝士焗大虾、芝士焗扇贝那个酱直接放在寿司上了，上面撒了层薄薄的糖，然后炙烤成了焦糖。这真的会好吃吗？
能吃，但是总感觉好奇怪，好像它不该出现这种搭配。毕竟这主料还就是大米饭啊，尝一口足矣。这虾脑能吃吗？刚才一说有股怪味儿，它那个就是这个脑浆子这部分，感觉没有别的虾那种鲜甜感，有一股腻的味道。对对，罗氏虾都这样。哦，感觉像是肥肉加海鲜那种腻。对对对，对吧？你别的虾这个鲜甜，反正我觉得是挺好吃，它这个我刚才吃不下去啊。别的虾头，这个鲜甜它是有带点鲜甜的味儿。这个罗氏虾这刚才嗦了一口，好腻，好恶心感觉。这还真是第一次吃这东西啊。这个也是壳比较硬，咱就需要剥壳吃，不能带壳吃了。罗氏虾这虾肉个头还是挺大个的啊。这黑虎虾蒸完了之后红彤彤的，还挺漂亮的啊。这肉质就硬，明显比南北白的虾硬多了。是不是硬的？非常紧实啊！刚才啃螃蟹啃了半天都困了，然后牙都啃累了，咱吃点别的哈。先吐槽一下啊，该保温的不保温，这焦糖布丁儿在高温照射下都化了，没有形成焦糖的那层脆壳。布丁儿很滑很嫩，但是这个焦糖这个火候过了，有点发苦，糖的甜味儿褪去了很多。冻梨，没吃过正经的东北冻梨啊，但是这汁水也吸不出来呀，就是软的吧唧的梨，叉烧排骨。要不要给你加点水？好，谢谢。甜丝丝的味儿不错，但是感觉骨头占比太高了，整块都是骨头的。猕猴桃甜吗？猕猴桃硬，但是没有那么酸。你哈密瓜也不甜。刚才吃的草莓也不甜，冻梨也不甜。草莓那个品种就是不甜。水果就别想等级特别高，一个是季节，一个是快过年了。哇，巧克力流心的蛋挞。是吗？不好吃，巧克力流心儿不香甜，蛋挞蛋液不香甜，然后那蛋挞蛋皮儿就烤得干了吧唧的，是酥不是脆，就是单纯的硬了。也可以看出啊，他家除了这个海鲜啊，这其他的食物种类品控还是差了一些哈。来口冰激凌，它标的牌子就是蒙牛嘛，然后吃起来确实有这个水平。有一定含量的奶味儿，然后也没有明显冰碴儿，吃着还是可以的。但是你像这个原价179这个价位的话，它有的自助餐已经能够给你上8喜这个档次的了。哪个是8喜？比如说椰子酥，寿喜烧椰子酥，来块鳄鱼肉啊，这应该是23年新上的，反正22年的时候是没有的。这块鳄鱼肉熟了，咱尝尝啊，煮的时间比较久。先尝尝这个瘦肉部分。闻着这有点腥啊，嚼起来口感有点像偏牛肉啊，但是里边带着一股那种水生生物的，说腥味也好，鲜味也好，带着一股水生生物独有的那种味儿嘛，可以理解为带着海鲜味的牛肉啊。再看皮这部分。感觉有点像那种肉冻的口感，就很弹的肥肉，很脆弹的肥肉。最外皮的那层皮，就嚼起来韧性很足，能够感觉到丰富的胶质。
有点猪皮的感觉。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，就中国老祖宗没有大规模养殖起来的动物啊，为什么呢？大部分基本都是不太好吃啊。这个确实鳄鱼肉有点吃不惯啊，觉得新鲜的，可以去拿一块尝尝，但确实跟咱们传统的肉相比，可能会有些心理上的抗拒，吃不惯啊。味道也说实话算不上太优秀啊，尝一口打个卡，满足一下新鲜感，这个还是没问题的。吃到现在其实已经超时了，不过毕竟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工作日中午，然后也没有人排队，没人等位，还非常的空，所以并没有催促的这种情况出现啊。然后呢，简单的总结一下，正常情况下能买到的优惠团购价是179.9块，这个价格来说能接受的啊。这个对，基本上他家的东西能够满足这个性价比。然后在一些特殊渠道，比如说限时限量的这种直播间抢购，能够买到最低159的，那这个价格它就是比较值得的啊。主攻方向就是它这块的海鲜，个别比较好的啊，也确实值不了这个价位啊。跟22年时候相比，虽然也确实贵了点啊，但是它这个可选的东西也多了很多，价格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啊。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啊。今天跟那个九爷也学了很多的新的知识，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第一次见面，所以这个视频配合的不是很默契啊。我们还会再约饭的，以后有机会在一起合作啊。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你带来好的胃口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